大家好，我是阿信助教。我们在前一集介绍了触电的基本原理以及漏电是怎么发生的。这一集呢，要来为各位介绍水里的触电以及高压电如何造成触电，以及静电如何让人触电。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在水中触电的情况。台湾非常容易淹水，当水淹过插座的时候，越靠近插座的地方就越容易触电。但是你可能会说，水不是导体吗？照理说应该所有的地方都会触电才对，那为什么只有靠近电源的地方会触电呢？那是因为水它并不是一个良导体，它如果是一般的工业用的纯水，它甚至还是一个绝缘体。一般的水里面它溶有离子，可以导通这个离子，它可以导通部分的电流，但是还没有办法称之为导体。充其量你可以称它为电阻。当然，水里面的离子浓度越高，就越容易导电；离子浓度越低，就越不容易导电。它的电阻率会变高。那淹水的现场呢，人只是占水全部体积的一部分，所以通过人体的电流也是占所有电流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呢，火线的面积小，大地的面积非常的大，这个电流就会从火线开始呢，以放射状的方式流向大地。这跟一般家里面的家用电线，它是电流是平行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水里面呢，要用立体的方式来思考。为了方便分析，我会先假设人体的电阻率跟身边的水是一样的，这样子电流它就不会产生折射或者是反射，方便我们用电流密度来分析水中的触电状况。刚才我们说，水中的电流密度越高，触电风险就越高。所以人在水中越靠近火线，它就越危险；越远离火线，它就相对比较安全。一般淹进来的泥水，离子浓度高，你在1-2公尺之外呢，就可以感受到麻麻的感觉。所以基本上下雨天如果淹水的话，我希望各位尽量是不要外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地底下到底埋了什么高压电线。万一它在你的脚下刚好有高压电线过去，然后上面又布满了水，你可能会因此触电而受伤。虽然说都是淹水，但是不同的水它的触电程度会不一样。我们以自来水跟一般的泥水来比较的话，自来水它的导电率低，所以它不容易触电。泥水呢，它的导电率高，所以它会比较容易触电。所以其实自来水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导电。我曾经有做过一个实验，把电源延长线丢到一桶自来水里面，再把手伸进去看看会不会触电。为了证明这个延长线有电，我还插了一个夜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先我用拨一下，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也比较好处理。我刚刚这样踹其实是没有事情的，所以我现在整只手放下去 ，OK， 完全 OK， 没有事情，不会有触电的感觉。那我现在呢，慢慢的把手往这个电源的这个插孔的地方靠。好，我现在是没有感觉的，越靠近一点。现在也没有特别感觉。所以其实呢，如果你的手呢，有一点感觉，要非常，我刚才把手几乎是靠在，我现在不是很敢靠得太近，要非常非常靠近这2个电源孔，你才会有些微触电的感觉。所以在这水里面，它其实还是会触电，但是如果你的距离太近，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像我现在把这个整个压在水里面，那么我的手在这附近滑动，其实是不会有任何触电的感觉。实验的结果是，要把手几乎贴在插座上面才会有触电感。只要把手远离2公分，电源2公分以外的地方，就不会有触电的感觉。因为在水里面，电场越往外面越弱，那么越靠近插座，电场越密集，那么就越有触电的感觉。
所以自来水它并不是一个两导体，它并没有这么容易导电，但是它确实可以通电流，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电阻来看待。要提醒各位，如果你要复制这个实验，必须要让自己与水桶外的大地是绝缘的状态，因为你要让电流通过你的手，不要让这个电流流到外面去。若是踩在大地上做这个实验，不管电流在水里面的密度多低多高，总之最后它全部会灌到你的身上，然后流向大地，这样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就会触电。那事实上这样的实验我也做了，真的会触电，只不过呢，我是用手来摸水泥墙来取代脚，万一触电受不了了，我才有机会缩手，不然我会没有地方跑，这也算是一种防护措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当初是怎么进行的。就贴着这个墙壁，那这样子我的这个电流就会从这边的电源经过水，然后经过电线，再串接到电表，然后进到我的手指，然后从手掌回到这个墙壁。那墙壁怎么流我也不知道，总之它会回到变压器的中心线那边。来，我们来试试看。我首先放好，来哦，我碰触了之后，我就可以跟各位讲这是什么感觉。哦，真的是有点麻哎，还蛮麻的哎，真的是蛮麻的，我的妈呀！我再摸一次，有麻哈啊，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刚才我有说自来水其实没那么容易导电，但是大家一定都看过这样的安全宣导：手脚潮湿，不要触碰电器开关。既然自来水没那么容易导电，为何要求大家不要手潮湿去触碰电器呢？因为当自来水在手上的时候，它的厚度其实是很薄的。那根据电阻公式，截面积越大，厚度越小，那电阻呢就会越小。而且我们手上的盐分还会溶进水里面，更增加了导电率。所以潮湿的手如果摸到漏电的金属，经过的电流会比干燥的手要来得大。那像之前我们刚才提到的，整个人泡在水里面，距离火线大约有几公尺，整个水呢，它这个电阻呢就变大了，而且电流还是分散流出的，真正经过人体的电流只有一小部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触电的机会就变小了。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人体太靠近火线的话呢，因为电流密度变高，那还是会有触电风险的哦。所以这个要大家特别注意。如果你会好奇自来水的电阻到底是多少的话，事实上我也做了这样的实验，这样一桶水的电阻大约是 1.8K 到 2.6K 欧姆之间哦，那所以它一定不是导体。我们就来看一下当时我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我就来测这一桶水的电阻给各位看。那目前我的电极是这样放的，这间距这边有一个电极，这边有一个电极。好，这个电极就是刚才的那个挡板。另外一个电极呢，因为我挡板用完了，没有挡板了，我就直接把那个电线拨大概这么长的，这样大概6公分吧，把它拨掉，然后插到水里面去，两边间距20公分，然后水桶的形状里面的水的液面大概在这个地方，好，以这样子的形状条件来测量电阻，就这个状况来测量电阻。这两个电极呢，分别接到电源线的火线跟地线啊。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电源把它插上去。插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就会有电流。破表了。好，41迷尼安，42迷尼安，42迷尼安。好，40。以这一桶水来讲，这个形状，它的这个距离，它的电阻是，电阻还要再算了，但是它的电流是42迷尼安。水之所以会跟触电画上等号，
只是因为它会增加人体的触电风险，所以官方才会做出手潮湿不要触摸电器的宣导。那这样大家有清楚了吗？接下来我要来讲另外一种触电的情况，就是高压电触电。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跟你没关系，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高压电很特别，只要你靠得够近，不用碰到它，你就会触电。一旦电到，就非常的严重。高压电呢，它是用空气绝缘。那当电极或电线的距离靠近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原本用来绝缘的空气会因为承受不了高压电，因而出现裂缝，我们称为崩溃。在这个裂缝当中呢，会通过大量的电流，并且发亮，这个现象我们称为电弧。在自然界中也有电弧发生，只不过规模大非常多，它叫做闪电。如果此时刚好下面有人，通常非死即伤。高压电最常见的意外就是拿钓鱼竿不小心碰到电线，如果这个竿子呢是碳纤维材料，受伤更严重，因为碳纤维会导电。那另外有一种情况是，想要用这个竿子呢去拿卡在高压电上的风筝，通常还没碰到就触电了。所以千万不要靠近高压电，它可以隔山打牛。高压电之所以会架在高处，就是不要让人家容易接近，请各位务必要留意。最后我们来讲一下静电触电。相信很多人在下车关车门的时候有被静电电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车子在行进间会不断的跟空气摩擦，那让车身带了非常多的电荷。那人在车子里面驾驶，因为没有太多跟座位椅垫的相对运动，所以比较不会带电。那当我们下车的时候呢，身体需要离开座位，在离开座位的那一刹那，我假设你穿的衣服是人造纤维，你的座椅是皮革做的，那么在人离开座位的那一瞬间，身体就会产生非常多的负电。那我们开门的时候，通常车门的手把是塑胶做的，所以这些负电没有地方可以去，因此会一直累积在人的身上。当我们下车准备关车门的时候呢，这些负电跟车身上的正电就会在你接触车门的那一瞬间呢，瞬间中和。那么因为瞬间中和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呢，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之下，要通过这么多的电荷，因此你的手指会觉得非常的刺痛。要避免被静电电到的方法是，下车前手要先搭在金属边框，下车后再拿开。那接触的面积越大越好。如此一来，当我们离开座位产生静电时，这些静电就会跟车身外的电荷产生中和。由于接触的面积够大，所以这些电流密度相对就会比较低。虽然有电荷在中和在流动，但是因为面积大，所以密度相对低，人体你的手就不会感觉到这么刺痛。当你这么做之后，你身上的电位跟车子的电位会是相等的，因此在关车门的时候就不再会被这些电荷所电到。那有人说，我搭计程车开车门的时候，有时候好像也会被静电电到，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又该如何防范？因为计程车整天在外面跑，它的车身不断的跟空气摩擦，因此累积了非常多的静电。那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在开车门之前就能够跟计程车达成一个电荷平衡。那要怎么做呢？你可以去买一个 IC 的导电泡棉。那这种导电泡棉它可以很缓和，但是又迅速的把静电排掉。那说排掉其实就是你跟计程车之间的静电平衡、电荷平衡。好，那所以只要拿这种导电泡棉，在你开门之前呢，稍微触碰一下这个计程车的车门，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伸手去把车门打开了，就不会有刺痛的感觉。好，那这种导电泡棉呢，如果你觉得不好买的话，你可以用那种人家包装电子产品，譬如说硬碟，譬如说
界面卡、板卡，甚至主机板的那种包装袋，它们这些包装袋呢，都是有抗静电的效果的。你拿这种包装袋去触碰车门，也是有一样的效果。虽然它看起来很像塑胶袋，但是它其实上面有涂了一层抗静电的漆，那所以用这样子的包装袋就可以达成你不被车门的静电电到的效果。希望今天的说明有让各位了解各种不同的触电方式，也知道该怎么样预防。那别忘了要记得订阅实作派电子实验室哦，拜拜。